今日は本当に良い天気で、キルトを乾かすのに最適です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林有德。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翰林王的泰拳僧侣，也就是究极形态的克林，也就是口魔物吉塔。好久没有跟大家一起聊聊口魔的产品了，今天会结合物吉塔的设定来跟大家深究一下。视频开始之前，能不能拜托大家动动发财的小手，长按点赞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UP 主呢？谢谢。先来看看内容物 ，A 款的内容物有一个主体。手型和灵魂惩戒者特效键，抱胸手，肉色的蝴蝶关节替换键，4个头雕，10个面雕，2个马甲以及牛角包，还有一个天使光环。B 款内容物差不多，主要差异在于特效键以及对套马甲。然后简单组装一下，看看外观造型。首先是 A 款，是出自剧场版《龙珠 Z 复活》的融合。悟空和贝吉塔里的超级赛亚人物吉塔，牛角包的颜色有点偏深，腰带和绑腿则有点偏亮。面雕依旧是一如既往的水准，有比较明显的口魔个人风格。B 款则是出自剧场版《龙珠超布罗利》里的超蓝物吉塔，除了发色之外，衣服跟这剧场版的配色明显有着颜色区别，但是在头发的造型上，口魔并没有做出区分。而是直接沿用了 Z 风格的发际线。对比设定图可见，在 Z 剧场版中的物吉塔的发际线更加接近贝吉塔的 M 字，而在龙珠超剧场版里的发际线坡度则明显更加平坦，所以实际上超蓝在发际线这一块是不够还原的，所以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龙珠 Z 画风的物吉塔。还有一个颜色的细节是，超的物吉塔身上的衣服的黑色部分实际上应该更接近深灰色。像万代的超蓝物吉塔就很好的把这一点还原了出来。两款的腰带都做了飘逸化的处理，这么处理使得其在做动态姿势时张力进一步提高。但是不得不吐槽的一点是，绑腿的收口做得太宽了。看看面雕表现 ，A 款超赛和 B 款超蓝都分别有严肃脸、邪笑脸、微笑脸、咬牙脸以及怒吼脸。其中黑发头雕是两款都有的，但是邪笑脸从直视改为了斜视。除了黑发之外 ，A、B 款还各有3款头发的区别，则是分别为正常版和插光环版以及飘发版。个人觉得面雕是好看的，头发和面雕的数量之多也让玩家在把玩时有了更多不同的选择。但是个别头发存在飞边及发缝的情况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体观感。以 B 款为例，下一环节我们来看看可动，抬头低头尚可，左右平转受马甲干涉，牛角包可以左右摆动，手臂平举超过90度，大臂根部和肘部平转360度，曲肘幅度超过90度，前倾后仰表现都不错，躯体可以左右摆动，并支持360度旋转，腰带根部可以旋转，大腿上抬感觉有145度啊。有了软胯前踢就是随心所欲，侧抬90度，大腿有一定的平转，屈膝幅度大得吓人。这一次的小腿处还有个小巧思，就是绑腿根部居然有一定的可动，再配合本来就很无敌的脚踝活动范围，接地性直接无解，斜肩可上抬，总体的可动还是非常优秀的。做完可动，我们再来聊把玩手感。依旧是延续了之前关节紧的问题，反正大臂平转一定是紧的，其他关节随机。我这两只在不同关节上也有着不同的体验，以及更换手型时，由于手型太紧会发射火箭拳头。总体下来，综合的把玩手感算是一般，属于能玩但是不能完全爽的类型。手型的话，大家自己看啊，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。个别手型在更换时会出现白痕。然后看看一些特殊配件，首先是 A 款的灵魂惩戒者特效键，渐变色也做出来了，但个人觉得还是颜色比想象中暗了一点。这里我看到群友推荐了一种叫敦煌珠的东西，我也跟风买了几个看一看。说实话，给口魔的特效专用手型插孔刚刚好，安装效果不错。我买的16毫米的，大小跟口魔自带的差不多，
唯一缺点是正上方有洞，如果从上面看会穿帮。然后 A、B 两款都会有的天使光环，不知道为什么做的歪歪斜斜的，敢攻敢拉满。A、B 两款都会有的抱凶手有点小鸡爪，侧边看手指悬空就很奇怪，拆卸比较困难，不太建议安装。B 款的气功特效键，我翻遍剧场版也没有看出来是个什么招式，就把它当成原创的气功特效好了。插的时候总感觉没插对，安装手感略差。然后 A、B 两款都各有一个飘动的马甲，可配合动态姿势使用。然后简单对比一下老马和万代，不知道你们更喜欢哪一款？可以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。总结一下，这玩意儿设计不差，卖完还非常上镜，适合当潮歌玩具。但是细看还是有不少小毛病。从这几次的出品不难看出，工厂的上限也就那样了。后续产品不求更好，只求他们多花点心思去质检，别在细节上翻车。如果觉得这期视频还能看，请狠狠的来个3连支持一下，不然我就只能去工地搬砖找灵感了。好了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